大家好，12月份仿佛过得特别的快，一下子仿佛就从1号直接跳到了15号了。很多人经常说度日如年，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就是度年如日了。因为有时候精彩就是一种陪伴，仿佛初恋的时光，有心上人在身旁的话，每一天都像是一分一秒一模一样了。过的是不一样的充实、紧凑、多彩而开心。相信不少的朋友们依旧沉浸式的徜徉于谁是凶手的诡异的空间当中，亦或徘徊于风起洛阳、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当中。然而呢，精彩即便是无限的，时光依旧是有限的。在这个2022年马上就要敲门的日子里，赵丽颖会不会凭着神宇的角色成功的敲开转型，顺利的拿奖的大门呢？而王炸弟弟王一博又能不能为热爱他的摩托姐姐们带来更多有趣兼开心的屏幕形象呢？因为新闻我已经连篇赘述过很多期了，关于他在明年的好戏了，但是基本上都是伪光正光环的正剧之子的形象。而一个您或许未曾留意到，或者说根本就想不到的酷盖酷帅、阳光迸发的片子，或许正在路上呢，或许期待明天跟您见面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众所周知，《谁是凶手》是赵丽颖首次出演的悬疑网剧。这个题材随着迷雾剧场所形成的强大的口碑效应，各大影视网站都不断的陆续的深耕此类的题材之外，各大明星们也都纷纷的开始加盟了网剧当中了。因此刚刚好30而立，而且还一直都是古装剧座上宾的赵丽颖，在转型路上也刚刚好赶上了这一波的风口了。话说悬疑剧跟古装剧在演技上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悬疑剧需要更加丰富的人物的表情，往往一个表情就该惊艳全场了。例如说在隐秘的角落当中，镜头前秦昊突然脱下假发的那一幕，这个人物表面上的伪装便一下子全部都卸了下来了。后来的剧情就更加容易被人顿悟和理解了。在《谁是凶手》当中，第1集则兼具了惊悚与惊艳的，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去观察审视这个惊悚离奇、突然血腥的成年的世界，让观众们也极其容易的产生出了奇妙的震动了，并顺利利的融入到了剧情当中去了。跟着呢，由耿乐所饰演的后勤警察李兰，在垂死的那一刻，身子稍稍的倾斜着，镜头的角度聚焦在了他右侧的脸庞上，接着呢，再把镜头转向了冲出来的肖央的身上，整个镜头交叉置换，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的切换视角，让人倍感那种的压力和冲击。因为整个事件发生的太过的突然了，整个的过程发生的太过的复杂了，因此让人仿佛感觉到明明就是肖央在决定着李兰的生死。这就是一部成功的网剧形容要引的关键的所在了。跟着无数个细节从此铺垫，无数个问号从此展开，无数个悬疑更是不断的反转了。其中就包括沈宇一直都认为海州案的嫌疑人就是沈海洋，也就是沈宇他自己的父亲。其中更加包括2个凶案的直接的目击者，也就是那个夏目冷小兵在内了。一种被凶案所交织起来的证据链一同牵着走的直觉感。目前为止，谁是凶手已经临近到终章了，剧情的发展不断的把沈宇
往黑化的人物设定上不断的推进着，而沈宇对何伟光的精神的控制，进而引发出了一个精神控制的案件，也就是无名被杀案。肖央故意让赵丽颖加入到了案件的侦破的过程当中，于是乎沈宇终于成功的归位了，形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猜疑依旧的铁三角的关系了。因为沈宇原本以为自己的父亲沈海洋就是那个真正的凶手，因此事实上他所苦心积虑做的这么多，包括清除所有的证据线索，让何伟光做替罪羊，都是为了解除自己父亲沈海洋的嫌疑。结果呢，沈宇想错了，因为沈海洋不可能是凶手的，但沈海洋的失踪却是铁一样的事实，而且极有可能是已经遇害了。问题是，这个沈宇为什么不回过头仔细想想看呢？自己的父亲所留下来的2封信一定会是真实的吗？在整部《谁是凶手》的戏份当中，赵丽颖所饰演的心理医生第一次现身的时候，就让人瞬间觉得他就是背后操控者一样的了，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明明白白的。因此在不断的回忆当中，赵丽颖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说错话。这种处心积虑颇有赵丽颖宫斗剧当中的心机的复刻，算计算是满满的了，精彩也是满满的。话说赵丽颖所饰演的心理医生人设的潜台词就是观察力，因为心理医生最大的本事必须是过硬而且是强大的观察力，进而呢可以从细腻的人类行为当中快速的看懂某个人的潜藏的心理，甚至说心理方面的痕迹。因此正常情况下，心理医生都是个相当主动的角色，是一个不应该采取守势的人设。有趣的是，赵丽颖所饰演的沈宇反转了，他是一个相当守势的角色。因为一个内心深藏的秘密的人而言，他的行事风格注定属于本能上的守势的，因为那是为了自保，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轻易的被他人所发现，所以他必须强迫自己冷静。这就是一种后天不断训练和强化出来的真本能和真功夫了。于是乎，沈宇上身的这个赵丽颖总是先回想一遍自己的行为，过滤一下自己的失误和陷阱，然后在接下来的眼神杀和对话当中，有意识的为自己冒失的行为或者说篓子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解释，或者说彻底导向了某些奇特的心理暗示了。这些彻底化身沈宇的操作，让这部悬疑剧更加的扑朔迷离，谜点重重了。到现在为止，是谁是凶手凸显了这个沈宇的腹黑呢？还是赵丽颖强化了沈宇的迷思呢？在新闻我看来，两者都兼具了。话说这个赵丽颖作为草根出身的优秀的演员代表，从一开始为了转型大计进组开始，就已经开始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关注了。铁杆粉丝们不仅关注他是否依旧坚持着那个不灭的演员的梦想，更加关注他能否在这部剧当中顺顺利利的转型成功，再上巅峰。事实上证明，目前为止他的表现已经展现出了质的飞跃的大鹏一般的影子了。从横店，从跑龙套开始，从一路担任某种大女主剧情的女一号，但凡她所出演的剧集都会是流量的保证。即便她离婚之后，貌似事业依旧逆势走高，平步青云了起来。这部《谁是凶手》明显让赵丽颖跳脱出了小情小爱的小白兔的女主角，变身成为了一个亦正亦邪、高智商、高情商的嫌疑人了。一直以来都是宫斗剧、仙侠剧的大女主化身，在这种第一次接拍的悬疑推理剧情当中，赵丽颖所扮演的这个高智商的心理医生沈宇，果然把观众们成功的给带偏了。这就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扎实的演技功夫了。
看到这儿，大概观众们不会继续的纠缠一个古早的问题了，那就是这个介乎于犯罪和救赎之间的双面的角色，不知道赵丽颖能否接得住这么样一个挑战满满的角色呢？成功让黑粉们扑了个空的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个成年的沈宇，是在第3集当中出现的。也就是从这个第3集开始，观众们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高手过招了，什么叫做眼神杀过电了。如果说前2集是为了做足的铺垫，让观众们能够了解到整个海州案的起源，那么从沈宇出现开始，才是将整个的剧情故事开始推向了整个的高潮了。不知道您看出来了没有，赵丽颖一出场就仿佛憋足了一股劲儿似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和表情，实际上都是在传递着众多的语言和含义。在冷小冰带着夏目去调查沈宇的时候，沈宇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个眼神闪躲并且看到血迹就开始发怵的夏目，其实是有着心理问题的。于是乎，他成功的利用了夏目的这一点，完美的营造出了消失的30分钟出来，完成了患者的自杀的事件。同样的，冷小冰在整个眼神杀的交涉的过程中，每一句话同样都是有着相当的含义的，包含试图打探沈宇从法医转为心理医生的原因，甚至以送给嫌疑人的狗作为试探。而沈宇的各种的接招、停顿以及快速的应对和反应，让不少的观众们都拍案叫绝。那种看似平静的表面下的斗法，其实每一个眼神杀和攻守的对话，都浸没着力度十足的攻击力，或者说杀伤力的。一边厢沈宇是要躲藏的，另外一边厢冷小冰是要追查下去的，跟着呢夏目还是要选择避开的。这3个人所构成了一个诡异莫测而且奇怪搞笑的圆桌论坛了。剧中的赵丽颖很明显已经稳稳地接住了沈宇的这个角色了，摆脱了过去的那一种一定要飒的大女主的范儿了，或者说避免不了白甜为主的那种宫斗剧的形象了。这个时候赵丽颖所饰演的错综复杂的坏的角色，反倒让她成功的转型了固有的观感了，承托了大众的期待了，进而提升了自己的演技了。如同《攻锁神枪》里面的那个坏女人的化身琉璃，在前半段的时间里，也就是当大家伙看得眼火爆、恨得牙痒痒的时候，结果呢带感的反转最后还是来了。到了最后他被一箭射死的时候，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自问，似乎都已经恨不起来了，不知道为何。话说赵丽颖这辈子都会如影随形的痛苦的背伤，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因此在这部谁是凶手的里面，带感的反转或许再度会大力的袭来了。因为沈宇误以为自己的父亲就是凶手，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扮演着一个毁灭证据、保护父亲的亲情至上、有血有肉的角色。你如果说他坏吧，他确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父亲犯罪的证据，无所不用其极了。在包庇肖华军杀人的时候，画面感确实是让人感觉很糟很坏。但是呢，当你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立场，想想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发现父亲和人私奔了，而且一个人还孤苦无依的独自苦熬了整整17年，继而呢，对于肖华军也是完完全全出于一种同情心的爆棚和同理心的保护，您就会觉得将心比心，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么的可恨的。这就是赵丽颖有血有肉、有血有泪的活化的演绎了。这个角色因为没有浮夸于表面的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更多的都是平静表面下的暗潮的汹涌，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赵丽颖的眼神杀
进行人物的活化的。从他的细微的眼神以及不经意的动作当中，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他实实在在的把沈宇的这个高智商的角色彻底的演活了，逼真了。那么在真相即将揭晓的今天，到底谁才是真实的凶手呢？相信大家伙都会心心念念这个问题的。那么让我们回到夏金兰遇害的那个场景当中看一看吧。夏金兰当时先后接了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可以证实2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非常非常的好，而第2个电话当中，夏金兰则明显的表现出了不耐烦，表现出了抗拒出来了。说到这，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夏金兰可是一个非常知性的女人，她的行为不可能跟底层的男人有太多的纠缠的。那么什么样的一个男人能够攀得上夏金兰的眼界和高知呢？在年龄上，凶手的年龄肯定比夏金兰的年龄要大一些的。再者，这个男人从事着一份没有什么前途的职业，因此他处于一种怀才不遇、心有不甘的生活状态当中，而且他还对某种审美有着一种极致或者说变态的追求。因此呢，要找到这个真凶沈宇，是可以提供最后的关键的线索的。说到这，喜欢看破不道破的新闻我只能说，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个沈宇是个有血有肉的存在，不是脸谱化的公式。其实他的内心是有善良的。当发现自己的父亲沈海洋不可能是凶手的时候，他将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地站在可怜的夏木的一边的。谜底即将揭晓，明年幸福可期。如果您非常非常的认同新闻我今天关于赵丽颖的胡思乱想，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幸福可期这4个大字，因为谁是凶手已经快要精彩的收场了，赵丽颖注定会继续带着大家一道走入幸福的。另外的一边厢，同样的随着风起洛阳大结局的日益的临近，以及2021年的即将的结束，不少的观众们都对于剧中人百里弘毅的饰演者王一博在未来2020年的新作前瞻，大家伙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关心，其中就包括那些受不了甚至一天都不能等待的摩托姐姐们。王一博2022年的好戏到目前为止暂定为4部，其中的3部新闻我已经连篇赘述过很多期的了。这3部关于他在明年的好戏，基本上都是伪光正光环的证据之子的形象，而一个您或许未曾留意到或者压根儿就想不到的酷盖酷帅、阳光迸发的片子，非常值得大家一同来期待。第一部就是耳熟能详的《冰与火》了。该剧主要讲述了陈晓所饰演的孤胆英雄吴振峰与王一博所饰演的禁毒警察陈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案一明的打入到了贩毒集团的内部当中，在历经磨难之后，最终成功的将犯罪团伙斩草除根的惊险的办案故事。该剧于2020年的9月底就已经顺利的杀青了。2022年的年初即将上星湖南卫视的晚间黄金档首播。第2部就是雷声很大的电影《维和防暴队》了。该片在今年的2月底在广西的北海开机了，5月份顺利的杀青了。同样的，已经确定了会在2022年登陆全国的院线。第3部就是热辣不已的《无名》了。这部证据之王的弟弟在今年12月份上旬已经低调的杀青了，目前正在处于紧张的后期制作当中，预计2022年过审上映的话将完全不成问题，毕竟证据的光环实在是太过的刺眼睛了。第4部戏就是《私立蜀山学园》，如果您没有听说过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它是王一博压箱底足足5年的
现偶好戏。这部都市时装仙侠剧是由黄俊文、宋平联合执导的，是由陈钰琪、王一博所领衔主演的，以及王以伦、翟艺舒、陈浩民、马德钟等人共同出演的。其中甚至还有正装的老戏骨苗侨伟居然也特别的出演了。所以一众香港老戏骨交相辉映的顶流王一博注定会是看点十足的。该剧改编自同名的国产游戏，主要讲述了以王一博饰演的滕静以及陈钰琪所饰演的新慧为代表的一群都市热血青年，在学习仙术的同时，携手对抗黑暗势力的现代奇幻故事。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带有些许摩登中二版的《仙剑奇侠传》的未来既视感了。据悉，该剧早在2017年就已经拍摄完成了。而说到这个时间点的话，相信大家伙儿都该心知肚明的了。也就是说，陈钰琪的成名作《香蜜沉沉烬如霜》以及王一博的成名作《陈情令》还都没有播出呢。到如今马上就要到了2022年了，马上就要5年都过去了。但愿来年2022年大家伙儿都能够心想事成，看到这一部剧。我想至少王一博他自己也注定会这么想的，因为5年的等待的确是太久了。总之，王一博这4部2022年有望上线的作品，从正剧光环的电视连续剧到正剧亲戚的电影新作，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其中既有爆血管的警匪动作题材，也有少年无悔的奇幻热血题材，更加有眼神杀师徒的谍战悬疑题材。这份题材丰富的视觉套餐，恐怕摩托姐姐的精神世界也会因此丰富多彩了起来的。好了，说到这，如果您热切的期盼王一博的这份热血的大餐能够尽早的上线，一饱眼福，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4菜加餐这4个充满美味的大字。因为生活就是一道流水席，拼搏的同时也需要一搏的放松，你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鱼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成句，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加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